彤彤，到了，来，妈妈抱。怎么这么着急去北京啊？西亚在北京新的事业部刚刚成立，开展一个新的市场，也是我向董事会展现实力的机会。早点完成任务，也可以早点回来。不过现在两地的交通已经很方便了，周末休息的时候可以回来看彤彤。嗯，而且彤彤跟着我，你放心吧，踏踏实实的在北京工作。我和李美娥也聊过了，她愿意继续照顾彤彤，以后彤彤的生活起居她都会帮忙的。可是你原来不是一直不同意李美娥照顾彤彤吗？这些日子我也想过了，以前我对李美娥的态度有些偏激，其实她是爱孩子的，彤彤也喜欢她，我不能以爱彤彤的名义来约束别人爱彤彤。你变了。人嘛，都是会变的。谢谢你来送我。你这么客气，我都不适应了。人和人之间是有界限的，是我以前把这个界限给弄混了。莫明，我希望我们都会有新的开始。彤彤，妈妈要走了，你会想妈妈吗？你想彤彤的时候，可以给我打视频电话。彤彤第一次笑的时候，刚好是我休完产假去上班。第一次会爬，也是我出差在外地。真的不知道，以后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还要错过多少个彤彤的第一次。等彤彤长大了，他一定会理解你的。他一定会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努力的母亲而感到骄傲的。哎呀，抱，保重啊。保重。彤彤，叫妈妈。给妈妈再见，妈妈再见，妈妈再见。他现在还不会喊妈妈呢。走了。追打了！我总算是知道你妈如何保持少女身材了，太累了。陪我玩，陪我玩，陪我玩，陪我玩。哎呀，聪聪，我们玩装死游戏好不好？我死了！不要，不好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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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聪聪小朋友在家吗？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对呀，所以我们聪聪自己开门好不好？3、2、1，开门！伊雅，你好，你是聪聪对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今天晚上代班爸爸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
是给你的。来，喝点牛奶。来，喝一口，别噎着啊。好，来，咱们接着玩。好累啊！说实话，今天晚上的这个场景，是我想象了无数次我们俩在一起生活的画面。就现在吗？孩子睡了，你也累了，我这工作了一天，还要在这收拾残局。你不觉得这种疲惫也是幸福的一部分吗？我不觉得。你想啊，小燕妈妈、秦兵爸爸，再加上一个可爱的宝贝，咱们俩在外面拼搏，不就是为了拥有这一切吗？我努力拼搏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人生。可能我们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吧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除非你不喜欢孩子。我也不是不喜欢孩子，我只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肩负另外一个生命。将来我们俩有没有孩子不重要，关键是我和你能够在一起。其实很多人都以为，什么事情在爱情面前都不是问题。我姓齐，齐兵。我是萧燕，请坐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00个男人，99个都觉得我是个怪物，那也无所谓。那我就是那个百里挑一的了。可真一旦结了婚，就要为对方退让、妥协。很快，我们就会在柴米油盐的琐事中耗尽我们对生活的想象。只有想象是幸福的，现实并非如此。我认为工作和生活应该有明确的界限，我不喜欢越界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而且我想象过无数次我们在一起的画面是有多幸福。我想更爱你。那不是爱，你是想改变我，把我变成你喜欢的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样子。但是如果咱们俩要生活在一起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做你完美的情人，你也做不到。我知道你不想结婚，在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也不想。可我现在想安静下来。可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会说我们是相爱的吗？小燕，我希望你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，记住，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。
老婆，来坐，坐。我问你啊，你卖房子是想开这个亲子餐厅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亲子餐厅的项目现在挺有市场的。但是你们要想在市场上独树一帜的话，你们必须得做出你们自己的特点。比如说啊，在一些节假日，你们要推出不同的主题套餐。还有在装修方面，你们要设计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游玩区域，还有一些细节。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那，你同意了吗？这个项目虽然前景非常好，但是它的风险也会很大。你想好了吗？其实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。万一啊，我因为这个亲子餐厅把咱俩的钱赔得一干二净了，你会怪我吗？那你愿意跟我一起睡马路吗？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什么都没有，你不是也把你人给我了吗？老公，其实我不会做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事情的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叫颜值，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厨师。他本来就有一家餐厅，所以我们这个亲子餐厅呢，只需要在他现有的这个餐厅做一些改造。他就会以房东和厨师长的身份来跟我合作。我呢又有充分的育儿经验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卖房的钱呢拿一部分来投资这个餐厅，剩下的钱还可以用于我们的生活开支。所以这个事情我还是挺有信心的。看来你早就想好了。对啊，虽然说我没有工作经验吧，但是我有脑子啊，我还是挺聪明的嘛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睡大马路的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。我双手双脚残能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。其实真的要卖这房子，我还挺舍不得的。是啊，这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会有更多回忆的，对吧？在做述职报告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情要求证集团人力资源部。这是投诉月子中心的宝妈遗留在房间的。您说，什么样的客户会记录下无关紧要的时间点呢？我查过了月子中心的值班记录，当晚20点32分，刚好是投诉月子中心的宝妈按下呼叫铃的时间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他不是集团派来的影子顾客，那就一定是竞争对手派来的。肖总，那您更倾向于哪种假设？非常抱歉，是我们的神秘顾客工作上的失误。投诉您的宝妈，的确是集团董事会事先安排的。这次启用密客进行测试，完全是为了考察月子中心的管理现状，以便集团对肖总的能力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。同时，集团已经同意采纳肖总关于月子中心紧急事件处理的若干建议。测试结果呢？董事会很满意，非常期待肖总在年度述职会上有精彩的表现。陈总呢？孩子病了，陈总正在来的路上呢。
喂，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彤彤一直都不舒服，刚刚又吐了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？今天市里领导来视察，我一定要在的。妈，今天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帮我一次行不行？我不跟你讲了，不跟你讲了。妈。不哭啊，不哭。谁呀？哎，彤彤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好像是哪里不舒服，一直在哭，吃什么吐什么。吐了？哇，那应该是肠胃不舒服了。这样，我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吧。你不是今天有什么述职会吗？赶紧去吧。那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彤彤跟我在一块，你还不放心啊？快去吧。各位老总，下午好，我是市场运营部的徐俊辉，下面我向大家做一下年度述职报告。我们市场运营部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，从去年开始进行了战略调整，将集团公司的运营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发的。喂，彤彤病了，你怎么办？莫名带彤彤去医院，我现在正在打车，往公司赶。我把电话给丽丽，你让她把你的述职报告给我。陈娇蕊，你就这么信不过我？各位股东，各位董事，大家好，下面我就去年的财务报告。喂，丽丽，按肖总说的办，我马上就到。下面，请陈娇蕊副总发表年度述职报告。马总，陈总家里有事，一闪没过来。大家好，在陈总发言之前，请允许各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给大家讲述这样一位年轻妈妈的职场故事。她在最好的年龄进入西雅工作，从此，她认为自己拥有最值得期待的人生梦想。她无比投入的工作，甚至顾不上自己的个人生活。有一天，她遇到自己心爱的人，很快的结婚了，有了心爱的宝宝。家庭、工作、孩子，一切都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有纠结，有挫败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。她就这样不得不在职场女性和孩子妈妈之间的身份切换。我曾经执拗地认为，阻碍女性发展的一定是孩子。但是这段时间在月子中心，我认识了身边形形色色的妈妈，也经历了自己自身健康的一些状况的变化。我才逐渐地明白，
女人和孩子并不是矛盾体，而是共生体。下面有请陈总做述职报告。加油！今天，如果不是你替我站台，我就会失去这次机会。在西亚，没有你，我就是独孤求败，那多没意思啊！你终于如愿以偿，把办公室搬进了集团董事会的那一层。你不会因为我的办公室就要在你楼上，所以心存芥蒂，才申请去北京分公司的吧？我心胸那么狭窄吗？我想也不至于。唉，戒指呢？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像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是有野心的女人。那不是野心，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梦想。你说1年后，我们俩谁会胜出？重要吗？我的烟！老大，哎，哇，就像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一样啊！哪有那么惨呢？你看你这么快就恢复那个绚丽多彩的女孩级了。我也康复好了，准备回家了。你要回家了？你要不行可以去我那儿啊。没事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呢？我只能好好工作呗。这个，好爽！要不要趁这个好日子来个双喜临门的决定呀？姐是那种会被一个戒指束缚的人吗？哎，跟你们说啊，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。哦，之前在月子中心的这个厨艺啊，我的厨艺啊得到了宝妈们的一致好评。但是说实话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我都觉得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快乐和满足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要从西亚集团辞职。可喜可贺的是啊，我爸呢，他终于理解我，还特批让我把我们的严家餐厅做一次彻底的改造。哎，老大，你觉得我们这餐厅应该走什么定位啊？你要问我呢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开个亲子餐厅啊。你从月子中心就能看出来，现在的母婴市场了不得。哎，其实你们俩可以合作呀。你那么爱孩子，你又那么会做饭，你们俩要合作，那简直就两全其美。哎，这听起来可行，你觉得呢？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啊，但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行，那我这么定了。哎，祝我们成功！来，点子费，快！这样，以后你去我们餐厅吃饭一律免单。呵，想让我吃一辈子儿童餐啊？那我会营养不良的。那要不这样呢？入股我们餐厅啊，把那边辞了，过来当老板。看孩子看够了，去你们那还要见熊孩子。
姐也是个有梦想的人，好吗？上车吧。喂，李总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梦想又在向你招手啦。我想请标二的客人离开这儿。为什么呀？他的孩子可能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他们在这不安全，应该去医院观察。可是如果宝宝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会及时发现的呀。我想让他们离开这儿。为什么呀？人家可是签了合同的。毁约，赔钱。我不想让他在这儿，我不想让尤雅看见他们。行了，萧燕，你控制一下。你到底想看热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很忙。我知道你要走，就是因为你要走了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管了，是吗？不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回家。看你就来气，走开。肖总，这是我家，你堵在我家门口，麻烦你走开。你就不走开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喝多了。你生气了？生气你都不敢发出来，盛开吧，白莲花。我叫物业了。力气。彤彤，睡着了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你欠我的，今天就要你还了。我要喝酒。我家没酒。别逗了，你这么一个压抑本性的人，家里没酒，你不给我，我自己找。谁说要跟你喝了？谁说要跟你喝了？优雅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这是个意外，你没有必要太自责了。不用你安慰我。我不是安慰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是他的命。你一个连朋友都没有的人，还说什么命？人到最后都是要孤独的。那你要什么孩子呀？你要什么孩子呀？你要孩子有什么用？你根本就不喜欢孩子，你一个不爱孩子的人，你还要孩子？优雅那么爱孩子，她那么想要这个孩子，那么期待，结果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。
凭什么？不公平！哎，彤彤呢？睡了。别让他听见，他真以为你不爱他。我不是怕他恨我，我是怕他再也回不到从前，再也不快乐了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不也都是为了你自己吗？你这种自私的人，会希望他快乐？你只是希望他一直傻不拉几的任由你摆布。你喝多了吧你？还朋友？拉倒吧，你就是想要个跟班的。你放屁！我说对了。不对。我不许你这么说有雅。你笑什么？你眼瞎吗你？你没看我在哭吗？我跟他说了不要孩子，不要孩子，他就不听。不要孩子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放心吧，人家优雅，韧性很强的，不是那种轻易就崩的人。虽然现在很煎熬，但终究会熬过去的。才认识他多久啊？我认识他时间是不长，但是我看人比你准。他目标清晰，生命力强悍。他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好好活下去的执念，比你，比我，都坚定。真的吗？我认识他时间是不长，但是我看人比你准。他目标清晰，生命力强悍。他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好好活下去的执念，比你，比我，都坚定。真的吗？陈娇蕊，
装什么好妈妈？看我干嘛？我看你怎么在敌人面前疯狂地暴露自己的弱点。你怎么不想想？或许我压根儿没把你当敌人呢。就是因为你自大轻敌，所以才会输给我。我告诉你，陈小蕊，我这一路实在是太顺了。我不像你，你这半辈子都在察言观色、琢磨别人、迎合别人。我从小就是学霸，人家，我父母、亲戚、老师、同学家长，都是他们在讨好我，我从来都不用看任何人脸色。又怎么样呢？听过少年得志大不幸吗？听过能量守恒定律吗？听过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吗？你现在是不是都还回去了？不喜欢的工作是不是照样还得干？不喜欢的妈妈是不是照样还得伺候她呢？那是因为到了这个年龄，社会对女人优秀的定义不同了，不再是学习好、工作好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就能获得他们内心的赞誉和尊重。你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？完全不在乎，是不可能的。只要有1%的在乎，就会被你这种小人给趁虚而入。哎，你别太嚣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如果要是酒醒了，我掐死你！谁啊？大半夜的找你，管得着吗？野男人，我单身，谢谢。我知道是谁，劲宝的销售总监朱思聪。你真的跟朱思聪谈恋爱啊？哎，你老公那么好，你跟朱思聪谈恋爱，你别谈了。行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明天还要去医院。你生病了？这里病了，要做手术。明天术前检查。你生病了还喝这么多酒？我好像是喝多了。我怎么觉得你是个好人呢？你是个假陈娇蕊。嗯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赶紧回去，回去睡觉。生病好啊，生病让我忘却烦恼。如何忘却一个烦恼？答案就是制造另一个烦恼。
下一个烦恼总会更烦恼。知道我当时最恨你什么吗？什么？最恨你瞧不起我。我只是轻敌，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你。我一直都觉得你挺了不起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当然我也可以说的再肉麻一点，反正明天我醒久了就什么都忘了。真讨厌。刚才对不起啊。其实你挺爱你的女儿的，你是个好妈妈。喂，马总。焦蕊，西亚最近有大动作，集团内部要选定一人，晋升为董事会成员。具体要求是什么？最好是女性，已婚已育，家庭稳定。以你现在的单身状态，对你不利啊。当然，董事会还是会综合考量的。焦蕊，我依然看好你，加油吧。谢谢马总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过段时间，集团述职会之后，董事会会有大动作。你的梦想或许很快就会实现。你确定？原本我是有些担心。董事会希望这次的新人选是已婚已育、家庭稳定的女性。这是什么标准？过去，集团上下谁都知道你是个铁丁族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他来得太及时了。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，你戴上了婚戒，这就意味着你的内心是安定的，这也是董事会希望看到的候选人的状态。我的内心从来没有不安定，不会因为一个婚戒而改变什么。而且我一直以为，西亚集团对于女性最佳状态的诉求，是未婚没有孩子，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西亚集团所有的产品线都是围绕女性消费展开的，集团需要让整个的高管团队作为示范，向公众放送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成功女性不仅要事业有成，
而且要拥有爱人、孩子以及幸福的家庭。那是你们以为的成功女性，这是没有绝对的，而且这不能够成为西亚集团选人的标准。什么时候用人为贤变成用人为婚了？请进。李总，请签字。恢复的不错。好了。啊，对了，集团有一个高管家庭聚会的邀请函要给你们，正好你们都在，回去好好准备吧。董事会选人的事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我不喜欢被绑架的感觉。我不想结婚可以不结，不想生孩子可以不生，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要迎合别人？戒指很漂亮，我应该恭喜你。谢谢。也许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定。在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时，我们都会屈从世俗的判断标准。可他们选人的标准那么荒谬，我可以不接受。入驻西亚董事会，不是你奋斗多年的目标吗？你呢？你会为此跟莫名复婚吗？怎么不多休息一下啊？这就来工作了？身体恢复了，就迫不及待的想工作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启斌向你求婚了，恭喜你啊！今天全世界都在恭喜我。
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从你刚开始创业，到我们有孩子了，我们的婚姻一路走来，一切都过得太顺利了。我以前认为是我自己心态好，是我把这个家庭管理得非常好，我们才会过得这么顺利。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如果不是你那么努力的工作，给了我足够的经济支撑，我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过得无忧无虑呢？这个家庭怎么可能那么幸福？你的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什么也帮不上，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活在那个理想化的生活里面。我本来以为星星的到来会有所改变，会给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希望。作为妻子，我做得不好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能原谅我吗？老公，没有人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。未来，不管我们会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们都一起过。我们一起努力吧。我爱你。创业呢，就是闯一道又一道的难关，你就把陈浩南当你第一道难关，攻克它。好，这方面吧，你是女强人、女超人，我应该听你的，我得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再让他一个人扛我们所有家庭的压力了，对吧？结婚真是麻烦啊，又要担当，又要退让，还要生孩子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想太多了，想太多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，这叫典型的婚前恐惧症。啊，说实话，手术之前被启斌感动是真的，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也是真的。我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，可是我现在真的就……可是什么呀？你不是把人家戒指都收了吗？是啊。妈妈来了啊！哎，先不跟你说了，聪聪叫我了。你别走啊，我才聊到正题上。我也想跟你多聊一会儿，可是我现在得去给聪聪洗澡，回头再聊吧。你也帮我想一下这个亲子餐厅的事儿啊，拜拜。
您请。谢谢。您好，您这边请。嗨，肖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肖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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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见。哎，好，一会儿聊啊。好。肖总，今天你非常漂亮。你怎么来了？马总邀请我来的，他说最近会有人要加入董事会，关于股权分配的事，他想听听我的意见。你来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一直在等你的邀请，可是却久等不来。对不起啊，最近有点太忙了。未来你会更忙的。今天西亚集团的高管都会到场，还有我的马总来了，我需要把你亲自介绍给他。不过这次是作为我骑兵的未婚妻。徐大律师，哎，李总，小妍可是我们西亚最优秀的单身女士，您觉得哪位幸运的男士能征服她？还保密呢？绿茶。那不打扰了。我觉得今天的场合不太适合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否则别人会认为我进入西亚董事会是因为你。你介意啊？我当然希望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可，不是因为任何人。彤彤，啊，看见爸爸啦！爸爸来啦！爸爸来啦！想爸爸没有啊？哎呦，爸爸想死你了！哎呦，来让爸爸抱抱！哎呦，乖女儿，想不想我啊？看我们彤彤长大了，可以自己拿着奶瓶喝奶喽。还真是啊。你们公司领导来了，你赶紧过去吧。为什么要赶紧先过去？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都看见了，这不就是你们公司高管的家庭聚会吗？在你心里，是不是觉得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为了要在董事会面前作秀，拿着你和彤彤来当道具，是这样吗？乔瑞，我们是彤彤的父母，咱们做人得诚实，不然以后等彤彤长大了，咱们怎么去要求她呢？那我今天就跟你诚实一点，你总是把我想象成一个为了事业可以不择手段的女人，一个为了工作可以随时抛弃自己女儿的妈妈。为什么你就不明白，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？伤害一个人，就像一颗钉子钉在木板上，你可以随时再把钉子拔掉，但是木板上的那个洞，却永远都不会再消失了。
你好，给我来杯威士忌。啊。莫大夫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怎么喝这么多呀？心情不好啊？莫大夫，有个事我想请教你一下。你也算是过来人了，你怎么理解女人的脑回路啊？你可千万别问我这种问题啊！我能告诉你的，可全都是反面教材。我也以为我很了解萧炎，以为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我，可我今天发现，他依然不愿意我走进他的生活。我今天只是想当着他们公司所有董事的面，把他以我骑兵未婚妻的身份介绍给大家，可他却不同意。你说我这么做，那是我做错了。你没错，可是萧炎不就是这种个性吗？他就是想靠他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他不喜欢依靠别人，哪怕是他最亲的人。你在台上为他鼓掌，比亲自下场替他跑，他会觉得更幸福的。别那么悲观，你求婚成功，我还没好好祝贺你呢。